最近我突然能听见声音了。我同意放弃对病人的继续治疗，面前语不成调，嗓音哀伤的男人是我丈夫，在他身旁轻声细语安慰着的女孩是我丈夫新交往的女友。至于我，已经躺在病床上5年了。最近我总能隐约听见细微声音，仿佛从很远地方传来，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比如现在，耳畔回荡起年轻女孩悠扬婉转的声线。她在读晨报，一则关于青年企业家的独家访谈。我静静听了好一会儿，才捕捉到一个熟悉的名字——谢慈，我那新婚不久的丈夫。我困惑不解，谢慈什么时候成了青年企业家？我俩不是刚从大学毕业吗？他家境一般，求婚时连没像样的戒指都拿不出来。婚礼还是由我爸妈全程赞助的，他家只出了3万块的酒水钱。我抛弃脑中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许只是重名而已。不远处传来开门声，有一阵沉稳矫健的步伐踩在光滑地板上，是哒哒男士皮鞋特有的声音。他手上应该是捧了一束花，似清香百合，又似浓烈玫瑰香。阿暖，说过很多次了，你身体不好，别总往医院跑。男人言辞里充满责备，语调中却尽是心疼和温柔。我哪有那么娇弱？女孩呢喃的声调里有些许伤感。那也不行。男人强硬的口气，忍不住温和下来。知不知道你每次发病，我有多心疼？本是情人间再正常不过的昵语，我却被这熟悉的声音震得耳畔响起轰鸣。即便男人的嗓音多了份成熟的颗粒感，我还是听出来，是谢慈陪我从校服走向婚纱的丈夫。一阵鲜花牛皮纸的摩擦后，谢慈带着宠溺的声音响起：情人节快乐，我的小公主。女孩惊喜站起身，我听到刺耳的桌腿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好漂亮，谢谢老公。像是细密带刺的藤蔓捆住心脏，这2个字深深刺激到我的神经，扎得我鲜血淋漓。我的丈夫在我面前亲昵地对别的女人喊着过去专属于我的称呼，而那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女人当着我的面宣示着夫妻间的主权。我迫切想睁开眼看看这对狗男女，他们怎么敢？我想动用4肢，却发现他们僵硬的如同灌了铅的水泥。我想张口痛骂，唇瓣却像被胶水粘住，喉咙干哑的发不出一个音符。除了无能狂怒，什么都做不了。谢慈走到我身旁，放下一束花，气味清新淡雅，是每年纪念日他一定会送我的百合花，顺带会附上一句：情人节快乐。我的缪斯真讽刺，原来他不仅是我的信徒，也可以是任何人的骑士。我沉重的手臂被他托起，冰凉的指尖感受到一丝暖意。此刻的我十分抗拒谢慈的触碰，感觉自己像是被放在热锅上的冻牛排，虽然没有知觉，但还是很痛苦。江竹，最近过得好吗？男人的声音带着悲戚的荒凉，里头有我一直以来最熟悉的温柔。你还怨我吗？一瞬间，我仿佛又被带回那个下午。谢慈站在教堂里，满眼含泪宣誓婚礼誓言。我们在亲友见证下交换了对戒，相互拥吻，然后驱车去机场，前往早已定好的蜜月地点。我头脑混沌得如同碾碎的泥浆，怎么也想不起跟谢慈的蜜月过程。别难过，一切会好的。女孩声音悠悠，她一定也不希望你活在自责里。谢慈，5年了，人总该向前看的。她的声音离得很近，我猜她此刻应该正伏在谢慈背上，手臂环绕着她的脖颈，亲昵的一如我曾经无数次做过的动作。谢慈放下了我的手掌，任由她砸在床板上，随后轻轻拍在女孩手背上。她的声音满是愧疚，跟着我受委屈了。不委屈，外界媒体对你大加赞赏，小姐妹们都羡慕我找了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好丈夫。从车祸到现在，已经等了他5年，也够了。最后几个字，他说的又轻又缓，不知道是在对谢慈说，还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而我却在2人对话中逐渐回忆起一些被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片段。婚礼当天，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跟谢慈的车撞上一辆面包车。
闪躲过程中，我们的车从防护栏翻下山。所以我是已经昏迷5年了吗？这一刹那，方才对谢辞的咒怨，对女孩的不满，一瞬间变得站不住脚。心脏处像被掏空了一个洞，嗖嗖冷风吹过。我找不到怨恨他们的理由。5年，谢辞再找一个，也是人之常情。房间里大多数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每天固定会有一个阿姨负责我饮食，说是吃饭，更准确说是导管插入鼻腔中的流食。偶尔还会有一位身上带着消毒水味的年轻医生照例给我检查身体。他动作很轻，每次结束后会在纸上写写画画。在病房中待一阵后，打开床边的窗户，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房间里闷热烦躁的气氛会被窗外飘进来的微风吹散不少。最近雷雨天气，照顾我的阿姨嫌开窗麻烦，房间里总不透气，汗渍沾着衣服，黏腻地贴在后背上，很不舒服。躺在床上百无聊赖的时候，我总在想，能听见声音是不是代表我要醒过来了？这天跟往常没有什么不同，赵暖暖却是哭着跑进病房的。她拖着那把刺耳的椅子坐在我床边，絮絮叨叨抱怨对谢辞的不满。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等我醒了，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把破椅子丢掉。姐姐，我可以这么叫你吗？女孩抽抽搭搭滴着眼泪问了个有些可笑的问题。我很想说我是独生子女，但好吧，随便吧。赵暖暖跟我讲述谢辞工作繁忙，没时间陪她，两人最近总因为一些小问题吵架，还有一些陈词滥调的历史性问题。她的侄子臭熊孩子明知道我有哮喘，还在家里养猫。赵暖暖语气很委屈，她的嫂子也是偷用我化妆品，被逮到还倒打一巴，说我小气。谢辞的嫂子我是见过的，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围着丈夫孩子打转。当然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全职妈妈也是受人尊敬的职业。问题是她嫂子为人是块刁蛮，颠倒黑白的能力是我生平见到人当中最厉害的。记得我们两家人第一次聚餐时，谢辞带着他们家人坐在位置上，不到我腰部位置的小男孩抓起桌上三文鱼盘子里的冰块往我脖子里面丢。当妈的坐在位置上大快朵颐，神情看戏般愉悦。谢辞沉声教育小男孩，让他道歉。他嫂子当时脸就拉下来，筷子搅动碗碟的声音异常响亮。小男孩扯着嗓子喊了声对不起，眼里全是不服的傲慢，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冲我比了个中指。我当时震惊的表情不亚于亲眼看到富士山崩塌。他当时才5岁。谢辞稍晚时候出现在病房内，轻言软语哄了赵暖暖好一会儿，与当年跟我在一起时别无二致。只是不同于我独立到有些泼辣的性格，赵暖暖是地地道道的甜美软萌系女生，是从小被家里娇养着长大的小女人。谢辞没费什么力气，只是发了个不大不小的誓言，赵暖暖又笑出声来。房门又被打开了，进来的是宋医生。我听见照顾我的阿姨这样称呼过她。谢辞以赵暖暖哭晕了妆，不适合见人为由，将她支出病房。宋医生照例先给我做了检查，然后在我身旁坐下。很意外，这次没有听见刺耳的摩擦声。病人生命体征平稳。谢先生，之前的决定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清澈的男生在说到体征平稳几个字时，特地加重了语调。我真困惑谢辞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就听见他带着哀戚的嗓音一字一句道：是，我决定停止对我妻子的继续治疗。谢先生，作为医生，我必须再次提醒你，植物人失去照顾，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饿死。话音未落，谢辞哭出了声，就像是当初在婚礼上他宣誓时一般，哭得很热烈，热烈的有些夸张。我却忍不住想笑出声，老天爷似乎跟我开了个大玩笑，让我恢复意识，难道是为了让我再次体会被饿死的吗？宋医生走了，病房里只剩下我跟谢辞。他拉过一旁的座椅，拖在瓷砖做成的地面上，又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谢辞搓着掌心，
掰动指节，发出清脆的咯咯声。这是他放松状态下的习惯性动作。他说：“终于 PM 要结束了。”谢慈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是阴郁的，语调前所未有的轻松，仿佛甩掉一个包袱。我不意外，他为了未来生活安稳，放弃对我的救治，却想不通他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虚伪模样。这还是谢慈吗？我认识的谢慈善良上进，勇敢执着。即便从小家庭教育的缺陷导致他比同龄人更加早熟，但也正因如此，他比大多数人更富有同理心。大一那年，我因个性活泼、长相出众，很快在年级同学中混熟，加上家庭条件不错，花钱随性，一时间身边聚集不少朋友。我听从父母的话，没有向同学们展露我真实的家境。不知从哪天起，学校开始流传我的谣言。那时候的网络传播速度已经很快，一个黄谣足以毁掉一个女生。贴吧、同学群里不断有人造谣我的钱来路不明，甚至有人说看到过我上有钱老男人的车。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的我慌了神，在同学路人的指指点点中，精神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谢慈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他帮我逐个搜集造谣账号的 ID， 在有人对我指指点点时，挺身站在我面前，用犀利有力的证据一一回击。那年的我不到20岁的年纪，面对一个长相俊明、有正义感又满心满眼都是我的男生，心动是很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事件平息后，我顺理成章成了谢慈的女朋友。恋爱4年，他一直对我很好，谦逊有礼，温良恭俭，一直是朋友们羡慕的好男友。身侧床板猛地一沉，将我从回忆中拉回现实。是谢慈将双脚踩踏在一侧单杠上，接着我听见打火机点燃的声音。谢慈点了根烟，舒缓吐出，接着笑一声：“我对你算也不错了，就你住的这个单人间，加上给你请的护工，一年花费我好几十万。”谈到钱时，谢慈几乎是咬着后槽牙说出来的。他一个没什么身份背景的外乡人，即便能力出众，碰上机遇，也鲜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家致富。谢慈为什么能从身无分文的穷学生一跃成为青年企业家？原因不言而喻，他接管了我家的产业。我家在南市有家公司，一直是由我爸经营，从事食品贸易出口，算不上大富大贵，也是小富之家，是谢慈这样3代务农的家庭10辈子也赶不上的水平。我心头猛地一滞，心头涌起一股漫无边际的无措感。意识苏醒这段时间来，我忙着沉浸在谢慈有新女友的悲伤中，忘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一向疼爱我的爸妈，竟然一次都没来过医院。我很想问问谢慈我父母的现状，但我动不了，连动一动唇瓣我都做不到。赵暖暖开门进来了。你又抽烟？女孩语气里全是不满。这可是医院，姐姐还在这儿呢。架在床沿上的双脚早在开门一刹那放了下来。谢慈像是绷不住一样，突然抽泣起来，声音一如既往的夸张，许是刚才在宋医生面前喊的懵了，这次声音里带了点哑，显得更悲伤无助。赵暖暖慌了，怎么了？谢慈又用他那恶心的手摸起我的手臂。医生说江竹情况恶化了，恐怕没几天了。江竹，你最终还是要离开我吗？我空洞到麻木的内心又一次见识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谢慈，伪善可怖，鬼话连篇的渣男。赵暖暖似是被这突然的通知吓了一跳，哽咽的语气听着比谢慈的真诚得多。他叹了口气，你说过姐姐喜爱自由，她一定是不想被这像牢笼一样的小房间束缚了。谢慈跟赵暖暖交代，接下来会断掉我营养供给的打算。他虽觉得有些残忍，但最终还是在谢慈的一通劝说下无奈接受。赵暖暖用湿的毛巾擦拭我的脸颊，她的动作很熟练，明显不是第一次。也好，姐姐跟叔叔阿姨早日团聚，对她来说未尝不是最好的选择。我的耳旁有巨大轰鸣声越过，像是飞机落地留下的余音。团聚，这么美好的词，此刻听来却如此骇人。我的血液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住，上头结成的冰碴子
刺穿我的五脏六腑，不断往外渗透着血水。关于我父母，我想过很多种可能。他们两口可能外出旅游散心了，或是他们被事情牵住了脚。再不济，可能是爸爸的胃痛的老毛病又犯了，妈妈在忙着照顾他。但我从未想过，他们已经不在了。我在黑暗的世界里大声哭泣着，不可能，这不可能。爸妈身体一直很好，虽有点小病小灾，但再活个20-30年绝对不是问题。世事无常，谁能想到老两口在遭受独女昏迷后会想不开自杀呢？谢慈的语调带着悲戚，将一个孝顺的女婿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自杀不是天灾，也不是人祸，竟然是自杀。我在黑暗的世界中拼命挣扎起来，恨不得立刻逃离面前无尽的牢笼。直觉告诉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爸妈从来都是乐观向上的性格，老两口在我昏迷前2年已经做好旅游世界的规划。我的昏迷的确会给父母造成很大影响，他们会伤心，会痛哭流涕，但绝不可能在女儿还未断气的时候先一步结束自己的生命。听着耳边男人伪善的哭泣，一个猜测跃然于心：谢慈是整个事件的最大受益者。这一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有求生的意识，脑海中只有一件事：谢慈很有可能是造成我父母去世的凶手。我不能死。我逼迫自己控制四肢，用尽全力让注意力集中在一处。他刚刚手指好像动了，赵暖暖惊呼一声。谢慈似是不信，用哄孩子的口气说道：不可能，你一定是看错了。赵暖暖还想说些什么，我知道他俩现在都正望着我的方向。一个念头跳出来，阻止了我的动作。我不能在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让谢慈发觉我有醒过来的迹象。这个男人太危险。许是担忧我的状况，赵暖暖叫来了医生。谢慈静静站在床头看着，语调晦涩不清。宋医生，阿暖方才非说看到我太太动了，你来告诉他有没有这个可能。男子冰凉纤细的手指掀开我的眼皮，查看我的舌苔，缓缓吐出3个字：有可能。我心下一凉，他察觉出我的异样了吗？谢慈像是被危及领地的野兽，迫切想得到答案。你是说他还能醒过来？接着像是想到什么，语气带着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急切。那他能听见我们的声音吗？我听见宋医生这样回答他。植物人正常情况下依旧会保持一些本能性的精神反射和能量代谢，偶尔的细微动作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他的声音很轻柔，却带着让人不容置疑的肯定。至于对外界的感知是没有的。谢慈放松下来的同时，我也舒缓出一口浊气。没有在渣男面前暴露，已经是我想到最好的结果。病房里又只留下谢慈，他站立在床沿边，居高临下的姿态仰望着我，口吻嘲讽又轻蔑。临了还不安分，你早该死在山坡底下，是我给了你5年苟延残喘的生活，做人要心怀感恩才好。我苦涩地笑了，感觉心脏被捅了一下，绽放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通过这双眼，我看到昔日自愿放弃生命也想救他出危难的男人，正虚伪地展露他阴暗的獠牙，试图扫清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我本也没抱希望能从他嘴中听到感激的话，却没想到原来他家颠倒黑白的能力是祖传的。当初那辆车侧翻时，我跟谢慈同时被困在车底，车身被一截断了的木桩拦在半山腰上，摇摇欲坠，随时都有造成2重伤害的危险。当时的位置，只要有一个人从车窗里爬出来，另一个人注定会随着不平稳的山坡翻到更深的坡底下。其实我的位置在副驾驶，更容易出来，但我把逃生的机会让给了谢慈。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当时的样子，嘴里信誓旦旦说着会找人来营救，身体往外爬的动作却没有丝毫犹豫。如今面对昔日给了他再生机会的救命恩人，谢慈竟然能毫无报答之意，堂而皇之说出恬不知耻的话。无耻至极的男人，真让我恶心。从那日开始，我被移到另一个房间，照顾我的阿姨再也没出现过。
奇怪的是，我的食物并没有终止，相反，每天还会有人来给我注射各种不明药剂。温柔到熟悉的手法，让我没有对未知的恐惧。相反，每次注射之后，我的状态明显改善不少。直到某一天，我睁开了眼睛，室内一片昏暗，只有身侧安全通道的灯牌闪着绿色灯光。我虚弱的只能做着简单眼部动作，连张嘴都觉得困顿乏力。房门被人打开，响起熟悉的脚步声，身侧的铁质椅子被轻轻推开，有人坐了上去。比我预想的时间早，江小姐，你的求生意志很强烈。说话的人是宋怀生。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的全貌，一个五官俊秀、气质温沉修雅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白大褂加身，显得他越发疏远，难以亲近。我张了张嘴，却觉得喉咙干涩沙哑。他勾了勾嘴角，语气颇有耐心，不着急，你5年没说话，声带需要适应。宋准生对我醒来完全不意外，甚至他似乎在促成结果的发生。我不知道他出于何种原因，但我感谢他。不管是他没当着谢慈的面前戳穿我，还是他私下给我注射有利于恢复体能的药剂。宋准生说，植物人断水断粮，最多坚持7到10天。这期间，谢慈一次没有出现过，倒是赵暖暖来过2次。他跟宋准生的对话被我一字不落听在耳中。他说，谢慈不忍心看到姐姐生前憔悴难看的模样。他说姐姐一定也不希望她出现在病房。我全身轻微动着，指甲陷入肉里，可好像感觉不到疼痛。眼睛瞪大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只觉得光线过于刺眼，晃得我眼眶里满是泪水。谢慈是怕见到我死前的模样，害怕午夜梦回时我们一家会潜入他梦中向他索命吧。赵暖暖这次来还带来一个消息，谢慈向他求婚了。这个消息没有让我多吃惊，他迫切想抛弃包袱，只可能因为我挡了他的路。如果说之前我的存在能给谢慈树立深情好男人的人设，又或者能让他从我父母手中抢走的公司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形象，那现在他想攀上赵家这棵高枝，我就成了他平步青云的垫脚石。宋怀生告诉我，赵暖暖是南市副市长的独女，官商结合，谢慈下半辈子的路定当平平稳稳。我的天堂已经前他，始作俑者的恶鬼凭什么在人间享受生活？他也应该被拽入深渊，为枉死的魂灵赎罪。赵暖暖再次推开病房门，我已经坐在轮椅上，正推开身前的玻璃窗，微风吹过我的短发，感受碎发轻轻抚过额头的轻柔。江小姐，赵暖暖怯生生站在门口，眼里闪过一丝惊喜，但随即又浮现出一抹深深的担忧。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担心我的苏醒会抢走她钟爱的谢慈。我笑了笑，嗓音很沙哑，我还是喜欢听你叫我姐姐，并提议让她带我到医院楼下草坪上晒晒太阳。许是我的主动亲近，让赵暖暖放下心防，她又变回温软可人的女孩天性，跟我讲述与谢慈从认识到相恋的过程。她小心翼翼观察我神情的模样，像是一只心虚到躲避人类视线的猫。赵暖暖跟谢慈的结识是一场老掉牙的英雄救美。女孩下班路上遭遇陌生男子尾随，在某次差点被歹人得手时，一位英勇的男人挺身救下了她，爱情的种子就此萌芽。我却从这段故事中嗅到一丝熟悉的味道，虽然过程不一样，但手段和最终结果却跟我少年时期如出一辙。那人被抓了吗？赵暖暖摇了摇头。果然，谢慈安排得很仔细，一如他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谨慎的让人找不出破绽。赵暖暖想打电话告诉谢慈我醒来的消息，被我阻止了。我说我想给谢慈一个惊喜，长期抱病在床，我的腿部肌肉已经退化。宋怀生说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我听从他的建议，努力忍着酸痛进行康复训练，还要分出神，找寻父母死亡的真相。从媒体信息平台收集到的信息，我父母是在我昏迷后第2年自杀的，死于煤气泄漏。
当时现场有3具尸体，另一个是当初将我撞下山崖，却因鉴定为精神方面疾病免于刑法的司机。警察到现场调查，最终结果记录为老两口为给植物人女儿报仇，蓄意报复肇事司机，导致悲剧的发生。通篇报道看下来，没什么疑点。爱女心切的夫妻俩不忍心女儿被人伤害后，罪魁祸首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追于无奈之下，选择了一种最直接有效也最可悲的玉石俱焚的方式。我记得谢辞大学第2专业学的是法学与心理学，肇事司机精神方面的诊断书，我找宋怀生帮我看了眼有没有造假的可能性。他说诊断书没有问题，发布机构权威。看来车祸或许真的是一场意外。就在我打算放弃从司机这头追根溯源时，司机的籍贯引起我的注意。海北蒲城，仿佛有什么重要信息从我脑海中一闪而过。谢辞曾跟我提起过，他小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多，为躲避计划生育，他童年是在鹿城长大的，在那还有一对玩得很好的兄弟。是巧合吗？我将心中猜测跟宋怀生说明。他沉默许久后，目光沉沉望着我，你希望我去一趟鹿城？除了你，我现在谁都不相信。我不清楚自己对于宋怀生的信任从何而来。他救我可能只是出于医者的仁心，但我却将他当作救命的稻草。很意外，宋怀生几乎是没有犹豫的，一瞬间答应了我。宋怀生很快带着消息回来。不出我所料，肇事司机跟当初鉴定精神方面疾病的男人不是同一个，而跟我爸妈一起死于煤气泄漏的，正是兄弟当中被拉出来挡罪的精神病弟弟。这兄弟俩当初都是开货车给人拉货的，弟弟后期因为疾病原因，不少公司不愿再接收这样的员工。他们兄弟俩依靠相似的样貌，开始冒名使用同一个身份开货车。哥哥帮谢辞造成车祸意外，谢辞帮哥哥脱身，让弟弟顶罪。反正弟弟会被查出来精神疾病，按照法律不会被判刑。至于后来为什么会发生煤气泄漏案子，依照我对谢辞的了解，他是针对我父母去的，为了独吞我家的财产，也怕替罪杨弟弟神志不清下说出一些不利于他的言论。谢辞不能允许任何阻碍他前进道路的人出现。当现实真的跟我预料吻合时，心里蔓延起一股阴寒。谢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在深夜，我在他身侧熟睡时，还是早在大学，他险恶的用心已经形成雏形。一想到跟这样的人有过长达5年的恋情，我的手开始发抖，心底涌上来的恶心感充斥着鼻腔。我剧烈咳嗽起来，胃里的酸水在翻腾叫嚣，连眼目都被刺激得肆意横流，指尖陷入掌心中，直到抠出深深的红痕，我也感受不到半分痛苦。宋怀生蹲下身，扶上我的背，你想怎么做？我要他死。从白大褂男子黑沉如夜的眼眸中，我看到自己充斥着恨意的面容，很阴冷，很丑陋。宋怀生没有对我直白的表述吓得退缩，他只说了几个字：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赵暖暖是我计划的第一步。虽然跟赵暖暖相处时间不算长，但我明显感受到她是个单纯的好姑娘。这个天真到有些傻的姑娘，有过跟我一样的经历。此时的她一定是对谢辞有着100%的信任。而瓦解信任的第一步是捣毁充斥着谎言与欺骗的源头。当年尾随赵暖暖的男子，只被路边的摄像头抓拍到一张戴着口罩的脸，只一眼，从那张只露出一双眼睛的照片，我认出了他，李华，当初在学校散播我谣言的罪魁祸首。他曾经数次用这双带着狞笑和森冷的三角眼将我堵在小道上，眼底嘲弄的恶意如同嗜血的野兽般疯狂，令当初的我毛骨悚然。他是学校附近的小混混，事情真相大白后，因为没有造成实际损失，只在派出所里蹲了3天，从此以后再也没出现在我面前。找到李华并不困难，让他说出当年事件的真实经过更容易。钱
有时候真的是很要用的东西。几叠鲜红的票子摆放在李华面前时，他几乎没有犹豫，全部招供了。当年是谢慈主动找上他，帮忙在学校里传播有关我的谣言，并在我面前上演一出英雄救美的俗套戏码。谢慈给了他丰厚的报酬，至少对于当时的谢慈来说，是一笔需要很久才能攒到的积蓄。但这笔买卖是划算的，他如今有了比当初高千百倍的回报。至于赵暖暖的尾随，李华也照样吐得干净。如法炮制的手段没有新意，但很有用。李华走后，我将录音笔放在桌面上。赵暖暖跟跑着从隔间里走出来，神情呆滞，嘴里重复着不可能，不可能。我料到他会不信我的话，更有可能会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离开谢慈。我的生命体征一直很稳定，但他却对外界说是我身体出现问题。时日无多，赵暖暖将目光投在我身上。安稳坐在轮椅上的我，除了气色不足，其他地方比当初躺在床上的植物人好上千百倍。我压低声音，一字一句，我的车祸，还有我父母的死，都是谢慈一手造成的。他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将自己伪装成受害者，一步步爬上现在的位置。现在他得逞了，并且要跟你结婚了。暖暖，你想一想，他取我图的是财，跟你一起图的是权。以后呢，我紧盯着他，不放过他脸上一丝表情。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我的下场就是你的未来。赵暖暖猛地睁大眼睛，里面流露出恐怖安，双手捂住耳朵，死命晃着脑袋，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被他揉得一团糟。他扑到我面前，歇斯底里喊着让我闭嘴。他怨我毁了他的伊甸园，毁了他深爱的男人在自己心里伟岸高尚的形象。我又何尝不是呢？那个男人给我建造的象牙塔，也是我亲手打碎推翻。赵暖暖离开时，拿走了桌上的录音笔。他不会蠢到去找谢慈对峙，但陆家的势力，他爸爸权力场上的人脉，足够弄清楚整件事情的真伪。望着女孩返黄中捏紧身侧拳头的背影，我知道第一步成功了。谢慈的计划本可以很完美的，如果我没有醒过来的话。赵暖暖第二天下午主动找上我，她一身大红色连衣裙，配上一副黑框墨镜，整个人透着阴郁的美。从前那个没有烦恼、温润如水的女孩不见了。她问我能帮你什么？彼时我正晒着太阳，这是我醒来后最喜欢做的事情。阳光照在身上，舒适温暖的感觉提醒着我还活着。阎王没有收走我的命，那我是不是应该回赠他一条命？30岁是男人人生的分水岭，谢慈一定会大操大办。我跟赵暖暖商量着，在谢慈生日当天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生日当天，我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我曾经的家，身后跟着4、5个西装笔挺的健壮保镖，双手环在胸前，气势十足。醒来后的第一件事，我联系了爸妈婚前给我准备的信托基金，他们给我准备了一笔钱，以备我婚后不时之需。事实证明，他们的远见起到了作用。这笔钱将是我扳倒谢慈的有力工具。别墅门口，爸爸亲手种的花草已经被连根拔起，换成象征招财寓意的金钱树。陪伴我整个童年的秋千架也消失无踪，换成小孩子的玩具屋。这间承载着我20余年记忆的家，现在已经被谢慈一家人鸠占鹊巢。第一个看到我的是谢慈的嫂子，5年不见，她身上那股子农村土气消失了大半，但还是能从穿红着绿的装扮中看出穷人乍富的样子。钱有时真是个好东西，养人。陶桂华浑身珠光宝气，招呼着来访的客人，脖子上闪着光的祖母绿宝石是我母亲生前最喜欢的首饰。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拿着一把儿童软弹枪，对着我的小腿位置一阵扫射。哪里来的傻子，滚出去！子弹打在腿上，生生发疼。身后一个保安上前一把揪过小孩的枪，摔在地上。噪声吸引陶桂华的注意，向我们走来。他第一眼没认出我，显然从来没去医院探望过我。
见我被赵暖暖推着，以为是他家哪位行动不便的亲戚，直到我对他笑起来，嫂子，好久没见了，他才震惊地瞪大双眼，连退数步，仓皇跑进别堂。周围看热闹的人不少，里面有当初在我爸手下工作的几位老将，他们欣喜地围上前，对我嘘寒问暖。这几位叔叔是看着我长大的，对我的疼爱也是真心的。小竹，男人带着颤抖的嗓音隔着人群响起。我看到一身剪裁得体、容光焕发的谢慈，跟我如今面色蜡黄、不良于行的憔悴模样形成鲜明对比。谢慈，我扯了扯唇角，微微勾起眼尾。我回来了。谢慈愣在原地，没有上前，震惊地瞪大了眼，那双眼里有恐慌，有无措，唯独没有惊喜。赵暖暖走到他身旁，语调依旧是他熟悉的娇俏轻柔，落在我耳中，却字字有深意。他说：“江竹姐醒了，阿慈，你高兴吗？”谢慈此刻神情慌乱，哪分得出神，仔细研究他的言外之意。在场聚集过来的人群越来越多，从同学到老友，出现此起彼伏的议论声。不是说他老婆身体欠佳，要不行了吗？原配醒了，谢家和陆家的婚事还作数吗？昏迷5年，老公有了新欢，父母自杀了，人间惨剧呀！短短时间内，谢慈眼眶中已经蓄满泪水，一步一步走向我，然后弯下腰，直愣愣打量着我。要不是有人告诉我谢慈的眼神中充斥着爱意，我会以为那是一把剑，因为我从中感受到比锐利刀片还要锋利的割据感。小竹，你知道我等这天等了多久吗？男人的眼泪砸在我手背上，周围全是夸赞谢慈深情5年来对我不离不弃的赞扬声。我忍着恶心，不露痕迹抽出手背，让谢慈带我参观下新家。他的生日宴顺理成章变成我的接风宴。谢慈的演技无可挑剔，他那群以他为营养皿的蚂蟥，却难掩眼底对我的敌视和不满。宾客散尽，从今天开始，我们所有亲友都将知道我醒来的消息。谢慈在外面跟赵暖暖说着什么，两人脸色不太好，看来聊天的内容不是很和谐。我打量着完全变了样的客厅，原本淡雅舒适的装饰换成金碧辉煌的摆设。我拿起身侧的一个姿势怪异的佛像，却被一道身影快速夺走。不许动我家东西！男孩满眼戒备，恶狠狠的样子跟当年第一次见面如出一辙。我眼里没有半点温度，说出口的话像是淬了毒。你家这栋别墅什么时候成你们家的了？我怎么不知道？鸠占鹊巢久了，小偷也能堂而皇之以主人自居了。谢慈的亲哥看出我的不悦，上前打圆场，孩子还小，弟妹别介意，我们会好好教育的。他嫂子一把将孩子揽在怀里，口气不佳，都嫁进谢家了，这房子自然也是谢家的。我保是谢家独苗，说错了吗？虽然早有准备，我还是被这家人的无耻气到了。这栋别墅是我婚前爸妈转到我名下的，跟谢家跟你们没有半毛钱关系。谢慈的2个姐姐也凑上前数落我的不是。弟妹，你就是你的不对了，都是一家人，分什么你的我的，对吗？你瘫痪5年，要是没有我家谢慈，你早死了。后面一句话他说得轻，还是一字不落传到我耳中，哪还能站在这儿猖狂？他们还想说什么，被我身后站着的壮汉吓得退了回去。事实证明，人只能跟讲道理的人讲道理，畜生没有这个权利。我朝身后的几人招招手，语调平静到没有波澜。给他们半个小时收拾，时间一到，全部丢出去。话音刚落，保镖已经识趣地推搡着开始驱赶人了。谢家人没料到我会当面撕破脸，让他们下不了台。李华激动地喊破了音，很快将门外的谢慈吸引进来。谢慈听说我要赶走他的家人，眼里划过一丝不敢置信，大概是想不通从前事事顺着他的，尊重他家人的江竹怎么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他想走到我身旁，却被面前的保镖拦下。江竹，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无辜冲他眨了眨眼，语气理所应当道：我把自己家里的寄生虫赶走，有问题吗？
谢慈眼底泛着寒光，被羞辱涨红了脸。对着这张令人憎恶的面容，我连伪装都进行不下去，只想看着他自食恶果，失去所有他最珍惜的东西。谢家人瞧我不像是在开玩笑，脸色一阵慌乱。这些年，他们到谢慈身上喝饱了血，早忘了怎么在社会上生存。两个姐姐想撒泼打滚，赖在地上不肯走，结果被保镖一手拽一个从大门口丢了出去。剩下的大哥一家忙站起身回屋收拾行李，大包小包装了满满几大箱子，逃也似的朝大门奔去。慢着！我张口的瞬间，保镖一跃上前拦下他们的去路。箱子打开检查一下，谢慈几乎是怒喊出声：“江主，你不要太过分了，过分，这就过分了吗？可这些只是开胃菜呀！”我无视他狠厉的眼神，推动着轮椅缓缓来到行李箱前。打开行李箱，被倒扣在客厅光滑地板上，里面的物件叮叮当当散落一地，小件的珠宝首饰，大件的古董瓷器，零零散散铺了满地。谢慈的脸红了又黑，黑了又白，比调色盘还精彩。我讽刺地张张嘴，我家但凡丢一样东西，明天警察就会请你们去喝茶。谢家人僵在原地不敢说话。屋子里静悄悄，男孩手上的人形玩具掉在地上，滚落在我脚边。他想上前捡，我用轮椅划过，骨架被碾碎得支离破碎。意料之中，谢慈没有在家里供奉我爸妈的灵牌，倒是将他谢家长辈的牌位放在风水最好的位置。谢慈送走他大哥一家，进屋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将谢家的牌位尽数扫落在地。江竹，你发什么疯？他快速捡起地上的灵牌，用衣袖仔细擦拭着。你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我只问了他一个问题：谢慈，为什么这里没有我爸妈的灵位？他擦拭的动作顿住了，低垂的眉眼快速扇动两下，抬起来后目光一如往昔真挚明亮。在家里供奉灵位是乡下人的传统，爸妈的牌位我一直放在香火鼎盛的寺庙，那边风水更好。谢慈叹了口气，似是觉得我的无理取闹太过儿戏。你要是因为这个不高兴，我改天去寺庙将爸妈请回来就好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半点心虚，似乎是料定我还跟以前一样会万事迁就他。不用麻烦你，我已经把他们带回来了。我掏出爸妈灵位的刹那，谢慈一成不变的眼底闪现一丝慌张。许久没见他们了吧？谢慈，给他们上炷香吧。他狠狠咽了抹口水，额头有虚汗冒出来。原来面对父母枉死的亡魂，他也会害怕。3炷长香被塞进谢慈手上，他走向灵台前的步伐比踩在刀尖上走得还慢。谢慈，你怎么了？我明知故问，笑得越发肆意。你怎么好像很害怕的样子？男人弯下脖子行礼的刹那，我一棍子打在他腿窝上。谢慈重心不稳，扑倒在灵台上，一抬眼对上爸妈的照片，他被吓得连退数步，别在地上拼命往后缩，像一条蠕动的蛆。宋怀生不知从哪帮我找的这帮壮汉，业务能力超强，只用一个眼神便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其中一人指着谢慈的后颈，将他整个人拖到灵台前，另一个人摆正他的脸，让他视线一刻不停跟黑白照片上的人对视。谢慈此时还在叫辩：小竹，爸妈的死我很痛心，但他们是自杀，跟我没关系。他被压到我面前，跪在地上，视线刚好与我平视。望着这张让人生厌的脸，我巴掌不停歇地抽在他脸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午夜梦回，枉死的人没有向你索命吗？没把我饿死在医院，很失望吧？怎么办？被你当成包袱的我要开始咬人了，巴掌声一下一下又一下，直到手腕酸疼，手掌通红，我才肯停止。谢慈无力地跌倒在地上，脸先着地，胳膊被人钳制着，像只被遗弃的破麻袋，眼里尽发出的狰狞的凶光，此刻毫不掩饰地展露出来。已经结案了，就算有证据，过了这么多年，你能拿我怎么样？点燃的长香在我手中散着烟，透过缭绕的香烟，我看到谢慈如狼般凶狠的目光，看得我生厌。
我俯身用烟头烫上他的眼皮，再到那张谎话连篇的嘴，直到混着烧焦的糊味在室内蔓延。谢慈凄厉地惨叫一声，高过一声，我才放下几乎完全熄灭的烟头，随手置在一旁，重新点燃3根，恭敬地对着灵台拜了拜，插在香炉中。我爸妈一生行善，没有想到会落到今天的下场。他们对你那么好，谢慈，你是畜生吗？怎么狠得下心？我是哭着喊出这句话的，为死去的父母不值，更为自己引狼入室愧疚不已。谢慈像是听到什么笑话一样，眼神痴痴的，似乎沉寂在回忆中。凭什么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天之骄子，有的孩子连出生都见不得人？凭什么你家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们一家连床都得轮着睡？他瞥过来的目光像一把锋利的刀，似乎要将我的身体片片肢解下来，连一旁控制他行动的保镖都看不下去。你不是已经跟他结婚了吗？不够，远远不够。谢慈几近癫狂，眼底的贪梦闪烁着嗜血的疯狂。我要财富，我要地位，我要所有人羡慕我。吉鲁我别墅的大门被人推开，赵暖暖带着一众人进来，为首的是位气质沉稳、气场十足的中年男人。这是在干什么？谢慈看到来人，涣散的瞳孔再次迸发出光芒，扭动着四肢，倒冒着往男人脚边爬行。赵叔叔，你救救我！这个女人疯了，她想害死我。来人是赵暖暖的父亲赵立晚，他视线在我身上打量片刻后，朝我微微颔首。是你帮暖暖找到当初尾随她的人的？我点了点头，目光扫过谢慈时，不出意外，在他脸上看到死灰一片。他呆愣片刻，又往赵暖暖的方向爬去，语气急切的像是抓住最后一颗救命稻草。暖暖，你别相信他的话，他就是为了拆散我们俩。我是爱你的，我对你是真心的。赵暖暖早就一腔怒火得不到发泄，被骗了几年的青春，到头来发现爱上人渣。他穿着尖头细高跟，猛地踹在谢慈腰腹位置，直到他蜷缩着身子昏倒在地面上。接下来的一切交给了赵叔叔，他带来的人拷走了谢慈。5年前的车祸案和4年前的煤气自杀案全部重审，双胞胎哥哥和尾随小混混全部被带到法庭上。我坐在原告席上，听着法官一字一句细数谢慈的罪行。谢慈最终以故意杀人罪、教唆他人杀人罪判处死刑。从法院出来的那天，我被谢家人围成一团，他们用激进恶毒的语言咒骂我。宋怀生将我护在身后，我却朝他摇了摇头。如今的我可以坦然面对流言，更何况是这群仰仗别人鼻息而活的吸血鬼。没有谢慈的帮助，过惯了舒适生活的他们，未来于他们而言，睁眼便是人间地狱。天边残阳如血，光芒艳阳洒洒铺陈下来。宋怀生坐在我身旁，目光落在我身上，遥远而漫长。那天整理爸妈遗物时，从一本老旧泛黄的书页中调出一份感谢信，是一封从孤儿院发来的问候。信件尾部有受过父母帮助孩子的签名，在里面我看到了宋怀生的名字。远在天堂的爸妈，你们看见了吗？当初送出去的善意，最后回到了你们女儿身边。善良是一场轮回，爸妈用他们的方式，又一次守护了我的安宁。晚安。